有了十王的最终形态啊，那必少不了十王的最强形态。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款号称时间的王者 Saikyo no Rider Omagio。好的，话不多说，直接来看到玩具的本体。有一说一啊，逢魔十王的皮套设计我还是很喜欢的。皮套正面采用了赤金和暗银的搭配啊，在彰显角色侵略性的同时，又不失神秘感。再配合面部赤红如火的复眼，使整个皮套看起来有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至高至强先不提，至人至上我反正是一点没看出来。正如以上所描述的，别说和纯黄摆在一起相比较了，就连摆在其他金色系超级英雄边上，逢魔这一身反派大 boss 的造型也是很有辨识度的。然后回到玩具本身啊，像是面雕处一个个王字和身上一些铆钉似的细节啊，在这款 SHF 身上都有很好的还原出来。再加上驱动器两边的表盘都换成了鲷鱼烧，整个腰带也不存在偷色的可能，这点还是蛮不错的。配件方面，相比于纯粹的手型战士要强上一些啊，但也就只有一些了。除去本体自带的握拳手以外呢，是附带了一对放松手，一对释放技能用的开掌手，最后一对表盘握持手内有做出预留插槽，可以搭配表盘背部的凸起握持在手上。整个搭载后的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虽然表盘表面没有附带贴纸，但通过配色不难看出分别是空我、龙骑、Kiva。当然表盘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插槽挂载在小臂上。可动性方面，头部上抬下低的幅度都比较小，左右摇摆也会受到衣领的干涉。在肩胛连接胸口的位置有一小段拉伸关节，正常情况下手臂平抬可达75度。右臂部分由于肩带的干涉，手臂平抬只有45度左右吧。在大臂根部可进行360度平转，曲肘超过90度。虽然玩具本体披着那么大个表带，但是腰身部前倾后仰的幅度都还行，左右旋转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在玩具的胯部有一小段拉伸关节，同时大腿根部可以进行小幅度平转，腿部前踢可达90度，侧踢不到90度，后踢约为30度左右，腿部屈膝超过90度。脚踝处的接地性比较差，同时脚尖也为独立可动。然后就是玩具背部的指针也可以进行360度平转，在做出调整之后呢，我们的老魔王也可以坐在椅子上了。好的，在视频片尾简单总结一下，逢魔十王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假面骑士但在我喜欢的骑士里一定有逢魔十王。逢魔的皮套不像纯黄那样华丽复杂，但也算得上好看了，能一眼就找到角色设计的重点，就正如王者二字一般简洁明了。再加上绝对实力的压迫感，很难让人不爱上这个角色。然后就是这款 SHF 逢魔的发售价也不贵，才6000日元。虽然目前可能有那么一些小溢价，但是未来也不无再版的可能，毕竟在21年的时候就已经再版过一次了。如果能在3张左右入手的话，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不论是玩具的做工又或者图个皮套的颜值，这款逢魔在手型战士里也算得上比较优质的选择了。好的，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喽，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